你这个你拍有呀，这巧克力，巧克力你知道吗？巧克力，巧克力，巧克力，我不知道。我不知道。放没有在吃了，现在是吃这个时候吗？你点什么头啊？你这个角度，你拍的我现在是个打风脸。点头。哇，这就没意思了哇！哇！不是，我看你这手撅着，我手都疼。不疼。你这手是咋了？不想要了？我就从小我就爱补去这些玩意儿，老好玩了姐。哦，每个人的乐趣来源不一样哈。它会让人特别专注。哎，我也是。还有搭积木，就是拼乐高，就会觉得脑子里像在做按摩一样那种感觉，特别舒服。就专注做一个事，就跟你听那个小说的感觉差不多，就特放松，特愉悦，时间流逝的特别快，也不知道怎么事，一下就过去了。我画画，就是那种感觉。我也喜欢画画。我以前什么事都坐不住，就是画画啊，干这些玩意儿我能坐得住。所以学服装了是吗？我还爱装家具，我就爱。对，我爱装柜子呀。对，我也是。自己买的家具自己组装，可喜欢了。是，拿个螺丝刀扳手，啥活都能干。我还看过姐演的那个话剧《青蛇》，哇！啊，你看过？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，我真的看哭的那一种。你啥时候去看的？我记不清具体什么时候了，但是在我上学的时候。你应该很小。你没演过傻白甜吗，姐？你看我长得像傻白甜吗？我一张生人勿近的脸。但我觉得那挺甜的。那是因为你磕到 CP 了，可能觉得甜。哦。我从出道的时候。就没有人觉得我是一个因为陈果找我的时候，其实就是觉得说，不知道这女孩每天在想什么，就是很游离。因为她要拍《流连飘飘》嘛，所以她就是感觉有故事，但是又无从窥探的那种感觉。然后正好就契合上了。因为他们当时介绍的时候特别逗。那个是盛民，就跟陈果就来北京了。盛民说那个跟陈果说，他说我倒是认识一女孩儿，
那女孩天天穿一军大衣在学校里、中戏里头晃的，就大家伙儿都去建组，就她在那儿晃晃荡荡，也不知道她想啥。那天我见见，我是这么见的。哦，陈果就觉得我身上是没根儿，没根儿啥意思呀？就是感觉漂泊感很重。哦就是流连飘飘的飘飘，是不是？哦，漂泊感很重。然后等于是才找我演的《流连飘飘》。你说这那时候你多大？才上学呢吧20，大学没毕业呢。大学没毕业。所以我从一开始就身上的气质就不是那种很温和或者是什么，他就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一个人，嬉笑嘛，就很过得很压抑，也不太懂沟通，也不在父母身边，所以他的气质就是那样的。你多大上的戏校啊？9岁，然后就一直在戏校里待着，到15。到15。哇，想家吗？肯定想。想家，家里也没人来看你。想家的时候咋办？挺着，烧鸡，就吃烧鸡，一人一次吃一只。对，真的啊？就暴饮暴食我爸我吗？妈每个星期会给我送一只烧鸡，2斤巧克力和14个鸡蛋。哎呀，我鸡皮疙瘩起来了。我们学校宿舍是个平房，宿舍后面有一排树，我曾经在那个树上面刻正字。我妈是14个礼拜没来看过我，然后我爸是9个星期没来看过。啊？是因为有规矩吗？没有，因为我们学校的同学每个周末他们都会回家，但我那时候没家回。为什么？我爸我妈也不在我上学的地方。姐也挺能吃苦的。每个周末我都是一个人在一片学校荒地里头，跟一个值班老师和一个打金的大爷。哎，然后那个时候就是刷牛仔裤，生气自己就刷牛仔，我在水房一刷一上午。所以说这人的性格的形成跟童年有很大一部分的原因是吧，姐？童年的经历呀，成长过程是吧？真能吃苦啊，真吃了不少苦。真是，我觉得可能就是比如说，多累多疼都，那都不叫苦。对，我觉得这种心理上的这种是真苦，而且想家，那个时候也没什么。所以我是一个可以自己跟自己玩的很好的人，习惯了，然后也不会，就没学过跟别人玩，就不会跟别人玩，跟自己相处的很好。这很重要啊！我是时而很想跟自己玩，时而又非常那啥。我感觉你自己能憋死，我觉得。我，但是我是一阵儿一阵儿的，一阵一阵的。对我有时候就是跟朋友，就是年纪大了你就越来越喜欢独处了，是吧？对，我那天特别逗，我都不出门。那个他们说开车这事儿，就他们以为我不喜欢开车，但其实我是一个非常喜欢开车的人。然后但是我经纪人他们老不让我开车。后来我就说，你让我开吧，我说我现在好像只有开车的时候才能一个人待着。开吧，这回能开上了。哎呀，开车的时候可以不用说话。你要跟家里人沟通什么的，然后说话呀，就是它不是自己的世界。所以我开车老找不着路，是因为一直在游神。所以有时候，没有根儿。开车时候没有根儿，找不到，我就脑子里老在放空，老在想，根本不是说从这个目的地一定要到那个目的地，说急得火烧不了的那种。就慢慢开，享受那个过程。所以有时候我发呆的时候，你都知道我在干什么，是吧？你就特别知道。对，你就让他待着吧，他那个时候是舒服。对。就跟表情无关，对，它是心理上的那种愉悦感。对，跟高兴不高兴没有关系。我姐只是长了张酷脸，思绪已经飞到天外去了。那这谁不希望任何人打扰，很开心，并不是不开心，是吧，姐？事实上，从心理上其实也是这样。就是你有自己的空间的时候，人都是愉悦的。对，很快乐。而是被很多琐碎的事情、程序上的事情扰乱的事情，哎，对，一直在抢啊。对，那是很痛苦的。能专注做一件事情，我就觉得是很对厉害。对，这个鞋好走多了吧？哪个？这个没有，最好走的其实是就是那双白鞋。哦，是这儿吗？我们应该是往这儿走。
对称码头。哎呀，这滑出去可挺好 ，beautiful。想看看日出，我陪你去，咱一起去。想看月亮，但是关键是日出是从那边海上出来的。那从哪儿出来？这是东吧？怕不知道呀。看老半天，到时候太阳不是从那儿，从后面出来。应该是，你知道为啥？今早醒来，我上阳台搂了一眼，我就看见红红的，应该就是从那儿出。就从那儿出是吗？基本上红红的差不多就是。我觉得这地儿太浪漫了。看了昨天日落，自己要是剪完了那个游记的话，我觉得是不是少了个日出？是少。日出日落是真值得看。日出日落，那带儿子啥来玩玩，是不？我觉得这边如果水上项目很多的话，就可以带他来。因为小孩你让他看日出日落，他不懂的。但是我觉得我还是很感恩我儿子。那天我听你跟儿子打电话，也是一下就变声了。我发现这妈妈跟儿子说话，好像都有点那种瞬间降智的感觉。就是你要用他的，你要跟他做朋友嘛，不是他要跟你做朋友。对，所以改变的那个人就只能是我。你给妈妈发的，妈妈收到了，妈妈昨天晚上已经下单给你买了。啊，我不知道呀，我还没有发，我还没有看，但是昨天妈妈已经给你买了。等等我呀，我腿迈不开，我已经脚趾头都要从拖鞋前面这样了。主要是兰姐和蕾蕾姐聊儿子，我插不进去话。他俩聊，蕾蕾你聊啥儿子啊？啊？不行，卖掉了。哎呦，你快点，别拉他走太快，他快跪下了。一不小裙儿在那蹭着的，你把他拉到膝盖上走呗呗。那我这个衬会掉。你这，姐教你来。啊，对，你看，怎么样？姐高了，我自己拎。哎，你说要租个小船去看日出也挺好。对呀，飘在海上，早上啥的哈。那可是相当浪漫了。哎呦我天，那我得换人了，不能跟你看。对呀，对，绝对得亲爱的老公啥来，浪漫一下，飘到海上去看个日出。对呀，太浪漫了这个。许下我们相爱的誓言。我不爱你。这就是像艺考似的，咱们对吧？对，穿上自己的衣服，一些文艺干啥？展示，才艺展示。才艺展示，你们是表演专业毕业的吗？兰姐是吗？不是。那你本来学的是什么？会计。会计。真的吗？在北电吗？不是，我不在北电。所以后来就转行了。也没有，就偶然的一次机会，然后就拍戏了。那时候是认识琼瑶阿姨了，她就让我拍她的戏。酷。然后我就签到湖南台，小的时候。在那时候在湖南卫视。啊，还珠是吧？对。还珠之前签的。我不要停止，我的生命在继续，我怎么可以停止？我并不贪心，我要的只是一点点温情而已。你把整数都给了小燕子，给我一点零头都不行吗？知画。对。后来就又签到阿姨公司。八姐学的啥？表演，上戏。上戏。不在上戏啊。你是哪个学的？我传媒的，我中国传媒大学。在北京。在北京。然后我本来也很想考上戏，因为离我老家近。但我没考上。就没去，就考到北京去了。我学的是播音主持。真的？对，听不出来吧？能听出来，台词挺好。这能听出来？这台词还挺好的，敢字正腔圆的。变。对，那你还真是可以一会儿诗朗诵。对啊。你真的要诗朗诵？少年强。来一这个。但我不会背。那你可以弄那个湖南卫视即将播出的是什么那个？接下来不会，我主要是刚学完，然后大二、大三开始拍戏的时候，那个我们说台词都是那种字正腔圆。对，然后就光改那个就改了很久。拍戏的时候。对，现在好不容易改了，然后结果还有点南方口音。又改回了南方
放口音是吗？对，它是2个通道，要不就很专业，要不就很随意。好听，好听，真的吗？真的。而且我是自学的。我自己学的。对，就是小时候我姐是学钢琴的，然后她就是我奶奶盯她练琴特别凶，我就害怕，我就不敢学。后来长大了发现自己还挺喜欢的，然后就自己弄了一台钢琴学。你刚才在弹的时候，我就在想，因为我儿子学过一段时间钢琴，他很不愿意学。然后我听说很多孩子其实在学钢琴的时候，都会是比较抵触的情绪，抗拒。可是等到大了的时候，会发现自己多一项才艺，或者是多一种能力的时候，我不知道有没有想过说当时那个罪恶的人逼着你练钢琴时候，就是有没有一点点感谢那个逼迫你的人？我觉得还是看孩子自己喜不喜欢，因为我姐她在12岁的时候就考完10级了，每天我奶教她练琴练特别勤，她现在也弹特别好。所以是不是特别苦？其实对，但是她现在长大了以后，我们让她弹钢琴，她自己能做主，她就绝对不碰，不喜欢弹。是吧？对，她就是，我就觉得，就是大家都说她白学了要怎么样，但是她现在我长大了，谁都别逼我弹琴，就这样。会有那个逆反的心理，是吧？对。你跟小胡，你俩谁大？我大呀。你比他大呀？那你发没发现他其实挺成熟的？哦，我真没想到。是吧？我觉得啊，很有一个可能是因为就是演戏早，你没办法被迫成熟。哦，对，他是就是你虽然那个就看着嘻嘻哈哈的，我老就是很童趣啥的，但是其实啥事儿你心里都能想明白。他还细心呢。对啊，所以我觉得演戏就是也是一个长大的过程，因为你得被迫知道好多人生百态，你才能演出来。你也又感悟了，这2天。成长了，天天跟着你们上课呢。发现你们小孩都思想跟我都差不多，可能是我幼稚。我就说你童趣吧，我去洗个脸啊，一会儿干巴脸上。得罪了。花儿与少年思路记。